你这每天都得扫吗？这个地方？好几天没扫了，毕竟是我们的门口门面。老你最近有什么想法没的？啊？想法？我现在可能很多人喜欢先出去外面去看看交流，或者是想去打工也好，或者怎么样好，挺好的。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先把这里变得更好，对，先把这里弄好，对吧？到时候这里都可以弄一弄墙啊，弄弄花呀。对对对，就是篱笆围一下，对吧？都挺好看的，爬个藤什么的。对呀，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当时我来了就转了一圈房子，我就觉得后面挺可惜。这些墙有很多工程可以做。那个好多那个小地，我感觉以后都不用出去聚会了。如果天热的话，在后面就特别好。那得把它给弄平了得。弄平菜园，你可以篝个火，什么都非常好。整个炉子烤个串烧烤都很好的。而且咱们吃饭是个问题，种起来之后咱们自给自足，其实也挺好。那我们也只能吃萝卜吧？这个天，这个季节不是咱这一块的这个气候，种啥长啥，是吗？啊，你看吧，就这样，每个人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小儿，想去整地吗？好，等你。能跑1个小时，一会儿。可以，你随时想去，你跟我说就行。你就去后面找我们就行。大浪，哎，对这片感兴趣吗？我今天应该会来帮忙，对吧？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感觉工程量还是挺大的。是的，我会跟一下。我们今天有几个人？刘英军、程潇、丁真，对，先初步看看把它规划出来，然后把它先刨开。哦。它这个感觉原来也是种东西的，对吧？就那个地方，你看正好那一块、2块、3块、4块、5块，其实都可以分种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咱现在第一先把砖头清了，清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杂草给它搂出来，然后先把地搂出来。你发现不着急，一块块搓吧，这估计得整几天。拉倒，不行不行啊，拿手剪。现在需要我做些什么？需要，你可以那个把地可以先刨一刨，松松土。好啊。刨松它是吧？对。这怎么办？是我这个工作方式不对吗？对了，可以，还是有经验，我只能说。这专业的，这就是一个家族的感觉。专业的这个是。哇塞，这都专业的。这儿割下，这个地方需要割。好，马上。然后我去搂你那边的那个。OK， 这个可以，哇，盯这个效率可以。人家很专业，一看。专业。你让我这个刨我得刨半小时，我感觉。你们以前在连队有这样种东西吗？我们之前那个岛上是岛礁，就岛上没有土，然后我们要种东西都得每次，官兵休假，比如从三亚一人带一塑料袋土，然后拿回去，然后连队后面慢慢，那常年哪个月能积一片？哇，好长的一只蚯蚓啊！好长，这么长。哎，说明这边生态好啊，土很好的这里面。对，
你看那山上还有红土，这个土营养是很高的。等我也想杵两下。哎，可以可以，来，我也想杵两下，我试试。这个怎么杵啊？啊，这样，这个是目的什么呢？目的是把头松开，杵完之后跑一下。啊，跑一下是吧？哦，是这样吗？对。哦，比如说你挖完之后就跑一下。有这种坨坨的，你啊，敲一下，哦把它松开。 ，OK。要不要我帮你？最难的是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土？你别挖那了。慢慢干，不着急啊，人多力量大嘛。哇，这里还有土豆耶！啊？哦，哇！哎呦，这么多呢！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哎，你看吧，炒土豆片，明天虽然很小，这个是可以。这种都很好种了，是吧？这都可以吃的，我感觉。今天晚上可以吃土豆了。今晚上做一顿，能做今一顿。天晚上吃土豆大餐，哎，吃不吃烤土豆？可以啊，土豆片、土豆丝儿。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哎呦，又一个！哇，好多好多好多！这有。哎呦哎呦！哎呦，老多了！哎，我的小土豆看上去好吃，肯定软糯。哥，土豆不用买了，种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了！你看它挖一堆呢。我变出来的。丢！哇塞！哇，厉害呀！哇！土豆要顺走，还是把它继续拿走，晚上做了炖了。正好做咖喱了。土豆都没买你，要不去拿个盆？我去拿我去拿到那里面拿个盆。啥都有这地里。哎，没进，哎，这行不行啊？大力哥，篮球选手啊，这么近送不进来，我的准度你还不了解吗？我们这一帮人准度都有点问题。差不多。我昨天扔垃圾都扔不进去，感觉自己很帅的。这个可以够吃一会儿嘞。够吃，够吃，够吃，一顿一顿。一顿不会吧？一顿一顿，13个人一顿。走了，我走了啊。哎，等一下，把这个工具拿那个房檐底下扔到房檐底下。今天不做，差不多了。好饿呀！距离上次华莱士送爱心餐已经过去1天2天，啊，好多天了。华华呀，我好想你哦。这不就来了？华莱士为我们准备了鸡腿桶，还有超好吃的小食盒。我就知道华华是惦记我们的。沈阳卤辣脆鸡架，小小汇报全拿下，微辣鲜甜，美人。你尝尝这个鸡腿，又酥又脆，咬上一口巨玻璃。要不给他们也分一点？走。
哎呀，他们时间又改了，说2点前就要发。发什么啊？那个明天的对接计划。下午政府这边有一个把我们所有少年在做的事情，每个人的计划，然后要问的问题和项目汇总成一个 PDF 发过去。正好我在做一部分，就是让大家把做的事情都在我这汇总这份工作。Hello， 吃饭哥，吃饭。好。关于一导一体的那个概念，我不太了解，所以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没问题，那个我让哥哥去整理文字内容。好嘞。陈婉，要不我先给你吧，因为下午还有3点我要出去。对，你把你在会上要解决的诉求，对，解决诉求我跟你说一句 OK 了。哥，你先说吧，我先大概记录一下。项目名称是阿里黄鱼馆。阿里黄鱼馆。预期规模，哥，你大概想一个，你们同时能招待多少客人？其实我想赶5一的话，我就想只要一个简单的餐车，我们先把这样一个东西先能做起来，先给他们看到。你说现在再给我批块地啊，给我做这个，我觉得有点遥远。啊，明白。一步步先看看这个可行性。就是我对吃的不是很了解，但我觉得能以黄鱼为主题去做一些主食类的那种轻便的饮食，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就是我愿意去消费的。这种东西好像不能带走，你懂我意思吧？来吧，我们俩现在开始。玉山展。你在我们当时秘密是一个名为玉山的展吗？对，一个名为。然后受众和目的。受众主要是外地游客，包括旅行团和散客。比如说他们当地的，我觉得也是会好奇一些。我目前想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概想把后面做成一个很有观赏性的，然后又可以有实用价值的，又能种地，然后又能大家再去吃饭。对，或者我们可以申请有一些相关的植物专家来帮忙给一些建议顾问，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其实它是一个让所有少年就花这2到3个小时时间坐在一块了解彼此在做的事情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进一步的立项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推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整体下来大家聊的状态呢还是比较好的。啊？你应该能懂吧？能 get 到吧？我其实不会这样，但是就是脖子不舒服，对吧？对啊，这很正常的关节，这个职场人就是有一些职业病。那司老师和你的这部分你都在做是吧？对，司老师我写完之后给他看一眼，然后他回来自己再改的。那民生业态那个地方也是你在做吗？我现在对，我现在写4个点，3点是吧？1点之前能给到吗？我尽力。加油加油！最迟1点半吧，因为2点就要给到他们那边了，所以，那你就最迟1点半之前呗。好，那我速写。好。好，这部分必须要在1点前弄完。来过来试一下。我有一个朋友，来不来？哎，咱们是不是得找一个小屋子，或者找一个小地方，就是音乐角。对，别在这儿打扰人家工作。那没有，耗子差点把我赶出去了。好听啊！我意识到，走，站队场。对，咱就外边玩吧。今天下午2点前，我们提交的那个提案，其实就是例会上会用到的材料。我们都比较心急，所以有一些疲惫。
我现在感觉在写论文，第1章、第2章、第3章。其实我还是蛮希望在第一次发邮件的时候，以一个相对职业的态度，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情整理成一个文件，然后有目录，然后有分点、分项、分条讲清楚，然后以一个相对正规的汇报的格式发给政府。我觉得这样能体现一个我们的建设岛屿的一个诚意吧。首行缩进2字符，20磅间距最好能给到，如果没有的话，我这边调也可以。还有3分钟。朋友们需要帮忙，帮我看一下那个他们邮件名，在群里面给我念一下，可以吗？还有多久？2分钟，1分半。等一下，你等一下，1秒钟。对，可以。哦，兄弟们，谢谢。我要击个掌啊！你应该拷贝一份，应该拷贝一份发。就是我觉得我们以一个相对职业态度去提这个提案，我觉得他们是能感受到这种诚意的，我觉得是没毛病的。哦，好累。龙哥，有空看一下群里，我们把那个2点多邮件发完了，整了一。第1届岛屿少年篮球赛正式开始。这边，咱们随意，哎呀，要随意，要他们要这小打的配合，开始飞了，哎呦，咱们随意，随意，你今儿让我忍不了，我立刻扛死，没有。我当后卫，我不在前面了。哎，完了，他们在这边了。走了，谢谢我。哎呀，我看大家篮球打得可以啊，这打篮球出汗也太舒服了。就是出汗太多，有点渴了。看你俩这一身汗，来，1人1瓶，请喝海之盐。海之盐不是蓝色包装吗？这是海之盐出的新品，等渗电解质饮料。我们看这里啊，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很适合我们运动暴汗之后喝。以后我们打球可以多备点。请喝海之盐。哎，西柚味的，好好喝。兄弟们，这里有很多海之盐，快过来喝！过来，来，给我来一瓶。哎呀，这么大一瓶，可以。干了，干杯！干杯！我做饭。哎，晚上烤土豆吗？你问他们想不想吃吧，想吃就烤点吧。啊，我挨个问。真真，烤土豆行不？可以啊。烤土豆吃不？是。煎了，可以啊。你呢？烤土豆。可以啊，晚饭呗。对，晚饭。今天挖了好多土豆。烤土豆吃行吗？行。鸡还做不做了？做，咖喱鸡烤土豆。行。土豆烤了吃吗？吃。哎，烤正好烤点肉哎。你大厨，你说了算。我少烤点，是一人吃1片2片。我看你多切点吧，整都整了就多整一点吧，整大家吃的爽点吧。我也想吃。昨天的红烧吃这么一小块，哎，真的好夸张，13个人的饭。你多做点，真的，很饿。做饭去。烤土豆。你们今晚上都做什么饭？做什么菜？咖喱鸡、米饭。米饭蒸了吗？蒸完了。咖喱鸡也做好了。做好了。就差这个了呗。行。我给你把这续一下。好。总觉得有点哪不对，你觉不觉得？不好说。我怎么没有底下的缝隙呢？哪个缝隙啊？就有个空档。空档。
这正常底下是空着的。像那个有空气流通的。对呀，对呀。对，那你得自己架。哎呀，没想到这段这么难弄。哎呀，烤个土豆真麻烦呀，不行了要。当然不容易，反正都第一次嘛，试试吧，下次就有经验了。好，对。哎呦我的妈，这烟真大呀！咱给端出去吧，来，别烫着啊。哎，你瞧你手，我都看到烧你手上了。哎，找个通风口吧。这个，火车，咱俩是这个地方，行啊。哎呀妈，终于走上正轨了。搬俩桌子出来，走啊。去哪？去哪？去哪？啊，我们去那边吃好不好？去外面吃吗？ no， 咱就去那边坐一排呗。今年海景宴，去哪边啊？就那儿坐一排多好呀，情调嘛，这不就是？行吧，你们整吧。今天我们在户外吃。哇，这太 chill 了。我还头一回生炭啊，看出来了，吃个烧烤不容易啊，太费事儿了，真是，都是第一次整，没经验。要饿了先吃呗。那有米饭，菜都熟了。 哦，太好了，辛苦了，辛苦了。这玩意儿费人呢，我看也停不下来了，就给他整了吧。我感觉他今天就想整个炉子，我也不能不让他整。他真的是很有情调的，他也是为大家嘛，对吧？整吧，玩吧，反正都没玩过，玩吧。土豆煮过吧？没煮。 没煮，我感觉不一定烤得熟。我也觉得这个火好像很少。那意思是要拿过去煮吗？不用，就这样吧，这样就放着吧，3个小时以后吃吧。好饿呀，好饿呀，朋友们。还谁没回来？2、4、6、8，过来吃饭吧。来吃饭吧。因为他们可能作为一个环，先别聊了，坐吃饭去。可能鱼山岛是第2站和第3站。 准备吃饭吧，先吃饭吧，马上我们炒个那个吗？可以吃了吗？可以吃了。快吃饭吧，我晕了。先别吃，等他们回来。吃点饭没事。你先别吃，饭也别吃，放那。军人的集体意识。那个五花肉还烤吗？那个土豆要烤很久。 烤很久，你要不然就给我弄一个酸菜五花肉啊。那我们就紧急转变计划。大概还有多久？还有一个菜没做，就是那个辣椒什么的。那先上桌吧。帮我洗把刀。来了。哪的？这个洗刀是吧？对。生抽、老抽。 生抽、老抽还有，现在做饭就是一套流程。对，什么都是基本上一套。全部都是一套流程。生抽、老抽、蚝油、料酒、盐、鸡精、味精、白糖。看看潇潇可不可以啊？这个。我真的饿了。我也真的饿了。 尝尝看。还没做完吗？他还做个五花肉，还有一会儿呢。哦。尝尝我炒的这个香肠。来，大厨。哇。来，大厨，我来帮你。我懂厨。先别吃，放那。先别吃，放那。闻一下，怎么样？味道？军哥。味道怎么样？军哥，你下次偷的时候帮我也偷一口。我真的很饿，军哥。要尝一口。不行，不可以，今天不能吃。咋了？ 几点了都？以后每天大家都吃凉饭，要这样的话。我再品鉴一下这个香肠，饿的已经不行了吧？已经，吃吧，吃啊！不能吃是不是？一起来，等最后一个人到，吃凉饭。还有一道菜呢。要一起吃凉饭，要每天都吃凉饭。勋哥饿了。
啊，没事，等，听队长的。等吧，等大家，要饿一起饿着呗。要大家以后都想吃凉饭的话，那咱天天就这么吃。刷锅就这样啊，拿这一铲。这个怎么做呀？给它焯了一遍，再捞出来再炒。我觉得要不这样吧，因为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一天，就这一次嘛。如果下次还有类似情况的话，可以提前去弄一下，合理安排。对。然后今天大家，我觉得这个点确实挺晚的了。别特殊了，别特殊了，别特殊了，特殊很多天了。不是，印军今天也忙了很多。没事，来，等。来吧，可以做完了吧？那个菜做完了吗？没做完，先吃吧，先吃。我站着吃，我就这样吃吧，我就这样吃。为什么站着吃？来找道菜啊！不是，你想吃啥我给你加。好，谢谢。先别动，我先改成先别动，放那儿，先别动。给你吧。说要等最后一个人来。我不知道，对不起。我觉得那等一下就直接说呗，你要有情绪就直接说。人没来齐呢，刚才我说不要动就不要动，要不别让我当队长好吗？好，你是队长。听你的。这个事情挺严肃的，大家我觉得是听队长的吧。是。我去给夏夏帮忙。你就把他们叫出来，把那个菜炖。需要帮什么吗？没事，你先吃饭呀。不，我们都说要等人齐了再吃，也等人齐干啥呀？是要宣布什么吗？仪式感吧，可能。哎，不弄了，明儿再弄是吧？走吧。行，那我们齐了。来，不弄了，那个还得时间呢。咋了？先坐，到齐了吧都？咋了？没事，坐，找位置。一家人整整齐齐。坐，怎么了？没事，吃饭前说些事儿。都到齐了吧？先。齐了。都饿吧？没有人不饿吧？都想吃热菜吧？刚才冒烟呢。现在分的碗里都是凉的。你啥意思啊？为什么呢？你啥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样，一个一个说。我觉得一个一个说，先让队长先说好吧？可以，好吧？没事，我没有一个一个说，没有针对任何人意思啊。几点了？自己看表几点了？吃饭时间定不下来，现在每天吃饭都要喊人是吗？你也没定啊。你不能这个样子。不是，我们先一个一个说，没事，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现在我们只是在沟通这个事儿。我把饭做好了，我把菜做好了，你饿你可以先吃。哎呀，团体以后都这样是吗？团体以后这样吃饭吗？你是说？团体以后都这么吃是吗？你想怎么吃？你饿了你就吃。有不饿的吗？我问问，今天有不饿的吗？不是，你在这发什么脾气？你先坐下。你能听我先坐下。催我干嘛呀？为什么要催我呢？我定好了呀，我们可以烤五花肉啊，没有问题啊。这是团体，本来定了要吃一个咖喱鸡，对吧？怎么了？是咖喱鸡吧？你坐下。这个烧烤怎么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坐下。你坐下。现在我是队长，要不你可以走。你现在可以。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不，你们这个。不是潇潇，没事，不是你烤的吗？先缓一下。没事，潇潇。我是为什么生的火啊？先缓。我觉得不可以催你是吗？你觉得我不可以？别指我！你为什么要指我？别指我！缓一缓啊！别，我不会动手。没有。不，你跟我说，你直说。没有必要把气氛弄得那么的。我做好饭了，我当时一再的强调说饿了可以先吃，怎么了？首先我没有说你做错任何，我没有针对你吧？我是要跟大家说一些事情。谁？你觉得我要针对你？你跟所有人，那不是说我吗？你代表所有人。你要觉得我要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不听吗？那你刚刚催我过来呀，你让我听的呀，你过来又说我不听，你逻辑是不对的。首先我没有催你，我从刚才就没有催你任何人。那我去做饭去了。可以，拜拜。好，可以听的人过来吧，好吗？我们说一下，我们可以聊一下吗？没事，可以聊一下吗？听队长说。大家坐下啊。他也缓会儿，好吧？他也缓会儿。首先，我今天不是散德性，不是发火，我觉得这真是个问题了，已经。
从来这儿到很多天了，自己看，好多天了，有1周了。我和董丽也聊过，我说大家其实刚上来大家都很紧绷，就散养一段时间好了。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是吧？啊，刚才摆那一排要有海景是吧？美的角度。怎么了？有什么错呢？你一直在 cue 我。这是干嘛呢？这是干嘛呢？你当时可以在那儿跟我说，我们现在不做这个了，我们现在去吃饭吧，大家集体去吃饭。你也没有说呀。因为我说了，我从一开始说，我希望我鼓励大家任何行为在这里，我不想你们上来的时候我就打断你们。我是想等这个错误出现以后，我们再去面对它。这个错误没有出来以后，我先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也是得到大家共识的。但现在呢？现在就这种情况，每天大家都吃凉饭，还要在外面吃。你可以吃热饭，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你能不能别有情绪？笑笑，我是有情绪啊，怎么了？我在这做了，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事情？你在这有情绪，我在这有情绪。不是有问题解决问题，我觉得别解决人行不行？等会儿。对，我意思就是，下回我们真的出现了，不喜欢就说出来，就不要放就不放。烧烤说麻烦，不搞就直接说我们不要了，就不要大家都说问的时候都说啊 OK 没问题，跟我没关系。但现在事情发生了，潇潇，首先我没有攻击你的意思，我也没有说就是我要独裁或者我要去孤立每一个人。你想可能摆一个是吧，景色很好的地方给大家吃，然后弄个烧烤给大家烤，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我也在帮你，哪怕我不会，我还把手烫了。但是我想说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岛上这么多天了。可以稍微再脚踏实地一点吗？什么叫脚踏实地？你可以不要说空话吗？如果每天都是每个人都有想法的话，咖喱鸡定好了 ，OK， 然后又来个烧烤，或者要弄很长时间的话，那就可以不吃呀。你们该吃饭，然后该工作，怎么了？一盘散沙是吗？队长，这样子，你们双方之间先断开沟通，我们先聊一下，先稍微把情绪都平复一下，隔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先不对话了，我们先不对话了，对 ，OK。然后队长是这样子的，我确实觉得双方都是有情绪的。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您直接去跟他说我们要不要做快一点，然后回来，而不是说比如说在这里一直等。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到了问题，直接说出来，像我这个年纪我是能接受的，我是能判断的这句话的好与对。在于你们这年纪的话，我指出你们不好的地方，你们能接受吗？完全能接受，我不觉得大家是那种不是20啷当岁了，没有人听不懂话吗？他的意思是，比如说我刚才一开始潇潇在那弄，不要弄，不弄半的时候，我说不要弄了，不要弄，他会不弄吗？会不弄吗？不会。我觉得不要贴标签，就是说你不要去假设去贴标签。对，问题就是因为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及时说出来，你不要觉得对方改不改，你没有说你怎么知道对方不改呢？所以不要乱贴标签，你标签现在贴上去，你很难改。既然我们现在有问题出现了，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我是觉得这事儿今天就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样，因为我们毕竟12个人都坐在这里，我觉得我作为副队长，我要过去。这个团队，你如果还想让他团结起来，你就不能让他觉得自己被孤立，好吗？所以我必须要过去。那就一块儿过去，把他整下来吃饭。不是别一块儿过去，他可能就是让他先聊会儿，那你可以让他先沟通一下，没有，我觉得没有很多事情就没有必要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很没必要。好。吃饭吧，叫下来吃饭吧。我就说，可能好像不是每个人好像听到这一句话都是相同的意思，可能你知道我想表达的吧？我不是要针对每个人，但是可能不，我觉得你作为队长，你就应该干这件事情，应该你干的没错。我可以这么说，你干的没错，这件事情。那队伍怎么管呢？那以前在我们运动队里面，就教练说了算，在部队里就长官说了算的。那没有这样一个人的话，那咱们就是一盘散沙。那我们必须现在有队长，就相信队长呀，定规矩啊，家有家法的好不好？国有国规的，就这么道理，把规矩定出来。
谁都遵守，队长犯了也得遵守。没事没事，咱回宿舍唠去。就是你现在千万不要有一种被孤立的心态，你是没有的。因为大家之所以选择站在那个位置，在那不动，是因为希望这个团队能够和谐。今天呢，雨农有没有做错地方？有，因为他就是不说，他又用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去做。对于你这边呢，其实我说实在，就是等于说他没有把话说完，然后你一直在问。我觉得其实通过不同角度来说，每个人他其实都是好意。雨农的做法可能也是因为他之前嘛，可能一些生活习惯等等的，他就觉得说，那我就让你吃这次亏，你才能记住这个教训。我不会明确给你拿语言来说教，所以他可能就用这个方式了。我觉得等一下你可以直接跟他聊开，没准他能给你讲出一些意外的一些原因。当时我感觉挺气愤的，就那忙前忙后的。你说我把饭也做好了，菜也做好了，想吃就吃嘛，然后非要等我，也不是那种因为他是做饭的人，然后不管饿着都要等，然后大家齐家欢聚吃一个饭，也不是那种情况。然后到了之后就有点指桑骂槐，哎呀，当时也挺不理解的，然后有点生气，确实。没事，没事，我就还我，没事，别想，没事，别想这些，没事。哎呀，队长，别生气了。没事。对不起，我刚刚那个跟你们态度也不好。没有，队长，没事了。没事，你换一下，马上就没事了。你换一下。哎，确实我劝不好，我得找人来。没事，还是让他自己缓一会儿。给潇潇盛碗饭，把菜给他整出来的。炒点肉，炒点汤。咋样了？没事，挺好。我所理解的集体生活，就是要有时间观念，要事事有规矩。出发点其实真的想大家晚上回来能大家聚在一起，再熟络一些，然后一起吃饭，更了解彼此。要喝点什么吗？我给你拿海之盐。拿点海之盐吧。那里还有这个，还有土豆。还有俩勺。实在不好意思，忘记了。我给你拿碗。别打起来，求你们了。聊聊呗，小二。能聊聊吗？可以吗？聊聊。聊聊。我。好了。救命！他们俩在厨房相遇了，快！什么呀？他们俩，快！有啥呢？他们要聊聊，然后有个人不聊。聊呗，你不聊咋解决？不会，哎，都是成年人。你先过来吧，我让他俩聊。今天对不起啊，我今天真不是那我也不让你，我也没有说让他非得
可能觉得当下那种，大家来了以后，然后气氛有点凝重，是不是觉得我很真实？不是想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如果目前我们每个人想法都是天南地北来的，现在就是一片混乱，有人觉得有秩序，觉得有规矩，那不然没办法干事儿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我需要大家能更亲近一点，然后你们一股绳了以后，绝对会力量很大。你说呀，你不能不啥也不说，然后到时候就发火。我真生气，对吧？所以我生气以后，我没法情绪控制，然后我会指你，然后我会对你也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这也是我不好的地方，这也是我不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有事讲开了，没戏了吧？小张没吃饭呢？谁吃啊？我门口我那块没有饭。再做点吧你，不会做点的。潇潇，我给你打了饭在你床边，你记得吃。但是因为没有米饭，所以我们多给你加几个土豆。你吃完了我们再开工。大家给我留了饭，就是感觉挺温暖吧，起码自己做的，我还能自己知道啥味儿，挺温暖还是。因为挺好吃啊。哎，挺好吃。今天对不起啊，我不是冲你。我知道。今天起了一些小摩擦、小争执，就因为累了、太敏感了，然后事情很多，所以听到的或说的情绪会不一样。现在还是在磨合期，大家也在展现情绪、展现真实的想法，很坦诚、很坦率，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认为4个月以后我们会非常亲密无间。是不是到点了呀？我们是不是得叫大家过来？叫他们。开会了，来喽！大家可以看到群里发了一个 Excel 表。我们明天应该是10点，然后我们也不要拖太晚，因为他们也要吃饭，他们要驱车回到他们的地方下班。大家一定要回去看一看我刚才发的这个文本提案，因为属于你那一趴其实是被政府人员直接去摄入信息的，具体语言表达的精准程度，我因为已经给你们私下对过很多遍，但仍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措辞不当或者错别字的可能性，你们反馈给我，所以你们要看一下自己那一趴内容。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个真的，我一辈子做不出来。真的好厉害！你做得出来，你现在就可以做出来，因为可以直接 copy paste， 学到。你的幽默真的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都是在一环一环的去推进，非常高效的、积极的。明儿汇报，你来汇报好不好？可以啊，可以。然后呢，其实有些东西我是想去掉的，就是比方说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是要提前准备，但我们现在肯定来不及了。明天人家来，是不是得是不是得给人准备点茶水啥的？对啊。事情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规划好了所有事情，而是你慢慢做，然后把很多点串联在一起，你可能就能构建出一个你原来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来看一看，司老师，从头看。这是你展这4张图，然后2个展厅我。哎呦！明天我都觉得可以搞个欢迎仪式。9个人，我觉得一排，领导好，鼓掌，就类似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上微博参与岛屿少年话题讨论，和少年们一起改造海岛。
全鸡汉堡吃好，共建快乐海岛。本节目由快乐健岛搭子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补充电解质，请喝海之盐。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首席赞助播出。上微博点评少年们在海岛的表现，分享你的岛屿少年观后感。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天哪，我3点多才睡。起来。调好了哈，那个电视。调好了，可以连的。我刚才发你一个视频，我在想，如果到时候切换出问题了的话，不会出问题。他不是这一排坐7个，这一排坐5个吗？对啊，塞不下。我们挤一挤嘛，我们3个有电脑，其他人你可以稍微挤一下。我觉得按咱们自己的来吧，政府人员我觉得包容性比较强。我感觉戴上眼镜讲话是不是更有说服力一些？我觉得你说有道理，我也要戴。啊，好那个。那你今天穿的好像不是很适合戴眼镜。你今天穿的很 hiking。今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们感到非常开心以及非常荣幸，因为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有跟政府合作的经历，以及我们的自己的技能可能只是在自己的状态。天，压力好大呀！没事。也是又发展，同时带动当地的经济。第二，发展目标。短期目标是防御馆。还有10分钟了，我们是不是提前10分钟稍微迎接一下吧？就是好呀，直接人家进来也不知道再去哪个房间呀。我们会分成2队，就是一边6个人这样站在那个门口，这样一边6个人这样排完，然后他们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跟他们击掌，让他们不得不把手也举起来，不得不跟我们击掌了。如果他们一上来跟我们握手，这个形式就很正式了。我们进去之后，这个基调就有点沉默了。所以我们希望一上来就有个破冰。我觉得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也欢迎，然后迎过去。对，但是保持队形哈，保持队形。击完掌直接转身把他送进去。对，可以，非常好。好，来演示一遍。3、2、1，欢迎，热烈欢迎！按队形啊！欢迎按队形，你记住队形。先识夺人，给他一个下马威是这意思。到了之后你就抬手了，就别一直这样看着他，就不要这样子。然后我们招手，来，这样。你要很开心就耶，然后那个领导就要这样子，哦耶，对，让他走进来。哎，等一下，这领导不是球员呀，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没事，就这样，没时间了，就这样了，哎呀，挺好，就这样吧。期待领导们的到来。我去偷看一下吧，看一眼呗。我真的有点紧张了，越这样越紧张。别紧张。马哥真的是，我都。马老师怎么感觉跟在做？马老师，你像在做贼。我跟你说，马哥现在非常紧张，回头他上去跟我们介绍，这位是哪儿的？哦，真来了！来了！镇长也来了！全体作战准备。那边。10秒之后就可以开始了，他们快走上楼梯了。检查一下仪容仪表。大家手机可以调一下什么勿扰模式之类的哈。好，检查好了。手机都打不开了，能检查好？我现在手怎么冰了？3、2、1，还没来呢，你别着急，别漏了，别漏包袱了，看到人再说。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来，击掌！你们好，你们好。往里走，辛苦，快！欢迎，里面请。请进。对，左边是这边，大家找位置坐。哦。
没事没事，一点事没有，一点事没有。那首先欢迎各位政府的领导来到我们少年之家，然后这次我们感到倍感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接下来的120天里帮助到这个岛屿的一个建设。今天的例会呢，主要有12个提案，我们正好也有12个少年，现在目前在大本营里。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好的，都是我们这个乡镇最基层的，有我们镇村的一些干部，包括村里面的，也有相关项目的那个分管的领导。首先很欢迎大家能够来到鱼山，听说你们来了已经将近1周了，没错，现在应该有一些对海岛我们有粗浅的认识，然后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参加你们的这个例会，待会儿我们再深入的交流，好不好？我就简单的说一说。交流的时候再自我介绍，好不好？哎，好，开始吧。那首先有请第一个例会提案，也是我们的文旅 IP 品牌，我们的项目联络人是罗圭府刘应军。好，今天这项提案就有2位来带来，好，交给你们。好，谢谢马哥，谢谢马哥。各位领导好，然后非常谢谢各位领导在这1周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的很多线上的这种帮助和咨询，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的包容。那第一部分我们之所以会先把文旅 IP 品牌放在第一个提案，是因为我们觉得从文化层面上讲，这一部分的设计可能和我们后续的业态以及我们品牌设计会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关联。然后所以我们想着说，有没有可能参考一些优秀的品牌设计案例，类似熊本县的这样的一个 IP 形象设计，在媒体上也是非常的破圈。那对于我们这样屿山岛可能21平方对我们屿山岛这样体量相对较小的这样一个岛屿来说，我们觉得这种一岛一品的策略是可能能够实现的。好，大家好，我是刘应军。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希望的初步规划。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一岛一品中的品给定下来。现在有一个目前的大致想法，就是鲲鹏，它的属性就是又包括了鱼，它入海就是鲲，上天就是鹏。也有首诗嘛，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所以也是有一个美好的期许对屿山岛。但是也希望各位那个领导给出一些意见，一个什么样大概的方向，因为这个只是我一个初步的规划。提问和交流的时间，在座领导有什么？就是当年的这个宣传的模式，他做得很成功，但是国内现在就是用动漫 IP 来做城市 IP 的，做得成功的几乎没有，可能不太具备说服力。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是就是关于鲲鹏的这个 IP 的这个设计的方向，我建议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我建议还是选一些我们更在地的元素，因为《山海经》里的鲲鹏跟屿山岛，不管是从故事性啊、传说上啊，都没有办法有一个衍生，而且也不太利于后期的这种推广。是否拓展一下？山羊地瓜。哎，对，把山羊跟黄鱼做个结合。我刚才想了一个。黄鱼加山羊来屿山先导，slogan 都有了，这个谐音梗 ，slogan 都有了。对，我想这个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考虑一下哈。好，谢谢。好，谢谢，评估。那下个项目是我们一个地标建筑的一个提案，它是一个屿山礼堂。那王老师开始吧。OK， 时间交给我。第2页 PPT。各位领导好，首先正如刚才浩特所讲的，我的提案是屿山礼堂是一个地标性建筑，就是考虑到全岛的旅游的赋能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我所讲的地标建筑，它可能去把这个东西传播在网上，让更多人宣传了解到我们屿山岛。这个建筑的特点就是面积小、弱功能及具有鲜明的打卡性。我们为什么要定位这个功能为弱功能呢？因为其实
弱功能意味着有很多可能性，弱功能极多功能。这是我之前的一个建筑作品，它的特点是它最后的所有的聚碳酸酯板都进行了一个回收再利用，将这种共创的形式邮寄给当时参与到上面彩绘的那些游客、老人、小孩。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希望它既轻质又环保又有一定的打卡性。那我们在前几天在遍布全岛的一个游览过程中，我们发现杨沽尾它是三面环海，可以看到日出，可以看到日落，可以看到大海，它是个非常美的地方。所以多种自然元素在此集合，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如果一个地标建筑能提案成功，我们希望它能落位于杨沽尾。但具体哪个位置肯定是要等多方交流，然后将这个事落成和促进下去。然后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公共设施优化的计划，目前我们的一个初步的计划是呢，是在马祖村的半海民宿的有一个墙壁的彩绘的计划。我们是希望用这种共建的形式，在5·1的这个节假日的高峰期，有邀请路过的游客或者本地的居民，他们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墙绘的共绘的过程中。那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参与过程中，向他收取金额自定的费用。我们承诺所有获得的资金全部用于鱼山岛中心小学的教学事业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下一位同学，谢谢。然后刚才马老师这个跟我们沟通的这个鱼山礼堂，叫我小马就行。因为他们叫你老师。这鱼山礼堂的这一块呢，提了很好的理念，我觉得跟我们零碳海岛的这个思路啊是不谋而合，很契合的。因为我们鱼山岛呢打造的方向也是想往零碳海岛的方向走。然后杨沽尾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地点的选址呢，我觉得非常好。那个地点资源优势啊，它三面临海，又有一些其他的配套设施，但是受到一些政策的限制，我们目前在这个国家海洋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的这个项目建设呢，只能利用到我们原有的这些存量的建设图邦，或者存量建筑来改造。对，我就希望说你们可以把这个废弃的建筑做一个活化的利用，刚好有一栋这样的建筑可以做一个改造，而且它外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户外空间，我觉得作为礼堂后期的这个功能的发挥是非常好的。然后在这里，但是有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在海岛做项目做建设呢，可能比其他人来的更难一些。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更多的考虑它的这个抗风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高，抗风的这个荷载的这块可能要做一个充分的这个考量。谢谢。下一个项目是罗圭府的鱼山岛装置集。大家好，然后今天是装置提案是今天我可能负责联络的第2个提案，也希望就是能够和各位领导在装置上有一些交流。然后鱼山岛的这些装置大家肯定也不陌生，而且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这种比较公式化的，可能在别的很多的景点能看到这种景框式的打卡点，但是它有呈现出一个相当明确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一类是打卡类的装置，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偏我刚刚提到公式化的，它没有一个让大家觉得这是鱼山岛的东西的一个状态。那这一部分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装置集，可能像图中所展示的这样，它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雕塑性或者艺术感，它也没有强调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但是它的确能够在视觉上形成一个想让人打卡的这样的特性，并且能够为当地的游客提供一个临时的休憩的场所。然后其实这样类似的装置也很多，比如说我图上所展示的这一类就是更偏向于艺术装置类，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艺术装置它是有非常强烈的在地性的，它能够和当地的这个作物、当地的这个景观以及当地的这个羊群有非常好的结合，并让大家觉得这是新锐的东西，但它又是在地的东西，而且能够在传播上有非常好的效果。基于以上思考哈，这些想法我们有画一些概念性的这样的图示。
然后我们在这个茶园实景，我们就是图片处理了一张这样所谓的三角的长廊，三角形的这种脚手架或者木质白色框架，它对应的是我们对这个群山概念的回应。然后这种白色的帆布也是对海岛文化中船帆和这种材料的一个重新的组合。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其实风级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是帆随风舞的这样的一个长廊，并且大家可以在这个长廊里挂一些展。这个展是非常灵活的，可能1个季度就换了。然后在更后续的一个生命周期的话，像这种非常具有画布性质的装置，它可以是周期性的更换它的颜色，可能每一个季度它今天这个季度是白色，下一个季度是黄色。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装置的生命力的一个延续。然后从媒体的这个效应上讲，我们觉得也是成效上是预计可估的。OK， 这部分就是装置级的提案。我说一下吧，因为我们宜山岛它是纯天然的，是很纯净的，所以人家来的时候呢，为什么江浙很喜欢我们宜山岛？一来就说不要过度商业化。为什么有很多核心景我们目前不做，要做都是互补式的、浅燃式的，所以有些就是你们的装置在形制上面，比如说包括这个色调也好以及怎么跟我们纯自然的一个融合，更多的这体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吧？这个就是我建议一下哈。所以说需要对方案这一块我们再做深入的交流，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区块，我倒是有2个建议，一个就是马祖村的大石澳，你们刚才也提到了，然后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呢，有非常多的海鸟来到大石澳。我建议就是大石澳这个田园景观的打造提升，也是我们一直想做的，可以采取这个工料法的形式嘛，我们提供材料。然后你们亲手动手来完成这个装置的这个打造。哇，太好了！下一个是我们的鱼山展计划，我需要重磅介绍一下这位少年，徐飞曾经参与策展克莱因蓝的中国站，所以他有丰富的策展的经验和艺术表达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把掌声给到徐飞。别，各位领导，马哥呢，就是确实他对我，有点小小的抬高。不过我们就边开始边说，其实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是想做一个艺术展，因为我相信大家对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想发现生活中的美。因为我们来到岛上，大家知道的快1周了，其实我们发现了其中有很多漂亮的点，其实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渔网，它有很多颜色，但是它放出来的时候，它叠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给一种很漂亮的美。就像那个马蒂斯，他们就会把艺术不会那么高，它要贴近生活，但它又要一点点高于生活。就像我举的这几个例子，其实像这个就是个贝壳，那这些也是贝壳，这是用亚克力板压的。像我们一进来，我的洗手台上我已经开始收集一些贝壳了。我们不希望它再被扔掉或者受到一些不当的处理，我们可以再给它赋予更有意义的故事。然后我们这也是以渔业呀为主，所以你看这些他们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而且他们是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像这是一个加勒比海的一个展，它是纪念自己的家乡。其实我们有很多想法，就是赋予旅游，因为一个优秀的展会吸引到更多的游客过来，传播一下当地文化，然后增加大家的环保意识。就这些都是一个展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然后受众其实也显而易见，我希望外地的游客，因为我们昨天遇到了一个，他们只是单单的只来了1天，今天去茶山，明天就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在我们的岛上来发现更多的美好。所以我们是旅游团、散客，也包括当地人，我们也希望做一些美育教育，因为我们也希望像当地的孩子在美术啊、美学上面有一个新的理解，在他们心里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去考察了2个地点，一个就是这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清华大学的乡村振兴展览馆，因为它是一个很符合就是一个展馆的一个走向，它的动线其实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木木老师那边一个新建的一个它的艺术空间，就这2个是我们踩的点，因为我觉得是很好呈现作品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差不多是这样，谢谢大家。好。那我也站起来跟大家讲一讲吧。好啊。好。
鱼山展的这个，我刚才第一个想到了呢，是想到我们的鱼山岛的渔网。渔网啊，对，渔网，因为呢，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面，觉得这渔网很臭，晒在那里很臭，哎呀，有点反感啊。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个渔网啊是岛民他们支撑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的一个工具，它有各种网，比如有刺网，我们比如说这个鱼山展，可以把这些各种网把它拍出来，然后展示出来，这种网是干什么的？让他们从游客那边从而理解到，哎，岛上的岛民是这么生活的。这样子呢，让他们对这个网产生一种感情，不是说我一定要推着它不能走啊，你这个太臭了，我不想看见它。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鱼类跟我们岛上的贝类，这个展览馆呢可以体现出来它的一些简介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个知识点，让他们更去了解它们。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啊，谢谢大家。好的，我们现在需要休息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团队建设，如果需要休息，我们可以暂时休息5分钟。可以啊，休息一下吧。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刘加倍，把刘加倍又虚晃一下。我得攒5分钟，3-5分钟热血。哎，你帮我找2个黄鱼干的图片加上去。黄鱼干是吧？对，黄鱼干或者黄鱼制品的都有，我得去准备一下我这个提案，我得去稍微再读一读。其实我觉得，他们该我们这吸收完之后可以多提一些保密意见。师傅长这道挺好。挺好的，说的很棒，没问题啊，很稳啊，他们频频点头啊，我看他们的反应，之后会越来越好的，绝对。那我们该开始了啊，来，请进。那接下来，首先第一个是5·1的马祖摆摊加天湖的一个拍立得的计划，它是我们司俊义司老师来讲这个事情。那么司老师开始。好，其实是这样子啊，为什么首先我要选择5·1呢？因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暑假之前接近3个月时间内，5·1是唯一一个游客的一个高爆发的一个红利时期。那我们只有7天时间内，我们能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点就是摆摊，第二个点就是天湖，因为毕竟是这边的游客都打卡的一个地方嘛。2个角度选品。第一个是选品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而且我们管它叫什么？叫上鱼山，因为买回家之后，对吧？拿手指头噔噔噔，哎，我上鱼山了，拍张卡，打卡拍照，很好的一个举，就是互动性，增加一个记忆点，增加传播性啊。那本身木木老师想给我们这个东西佣金是30%，但是我们自降佣金到了10%。我说这20%能不能换一些别的岛屿文化东西，免费送给客人当一个伴手礼？木木老师同意了，所以送了一些当地的明信片给他们，买这个送明信片，而且我们的明信片上面还会有一个就是鱼山岛轮廓的章会盖上去，增加整体的一个互动性，从而还是增加记忆性，然后进行更好的传播岛屿文化。第二个是这个石头，还是从无到有，这就是普通我们鱼山岛周边的小石头。木木老师把它捡起来之后进行一个项链，就是那个我们再来先带着的。比如说当游客出了岛上班呀，或者出去玩的时候拍照的时候，有人会问他说：“哎，你这个石头来自于哪里？”鱼山岛。那这个曝光和传播性非常的强，这就是我们选的2个选品。我要拍它链接，我要拍下单。我们整体的一个摊位还有一个服务极致体验。什么叫服务极致体验？当游客来我这里，不管他买没买东西，山上都有虫子，我们会免费给他一个喷驱蚊的东西，让他喷2下。这样的话，游客就会觉得哇，好贴心，而且真的很管用。别人浑身上下都是包，他浑身上下完美无瑕，所以他会记住这一点。对的，然后好，还是增加记忆性。他真的好适合当主播。下一个部分是我们天湖景区部分，这个天湖非常的漂亮，真的，我真的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他会去天湖干什么？会去拍照，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拍照吗？不是的。而我们刚好有一位非常会拍照的大浪，这个少年，他不仅会拍，他还有拍立得，就是你拍完立马就能给你，而且他拍立得又很高级，你可以拍完之后先预览 OK 了，你再打印出来，所以我们客诉率会非常的低。拍立得你可能会放在家里的床头柜或者桌子上，你会重复性的看到它，加深印象，从而加深我们的玉山岛文化传播。这就是我们的2个项目。谢谢。漂亮。我感觉在看这个辩论，俊逸同学沟通的这个就是马祖摆摊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天湖核心景区没问题，我们帮助沟通。像拍立得啊，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拍立得的这种的照片的质感和那种体验感是不同于这个手机的感觉的。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创意点。是。
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月亮湾沙滩活动，我们的项目联络人黄浩特、张俊。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前面提到了一个5·1的一个风息，然后想要在肖老师前面提到，在一些景区去做一些宣传当地的文化，同时也是获得一些盈利。当然，我们发现月亮湾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适合宣传的一个地方，并且我们到当地考察的时候，发现当地有非常多的一些文艺的一些设置。这个台子是近期搭的吗？近期搭的，在5·1的时候有一个团队的在这里做一个演出，所以我们是想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活动。结合当地月亮湾这边的一些文化特色，去做一些旅游上的一个宣传，把当地的这个氛围感拉得更满。那我们大概有几个计划。那么首先第一个计划也是摆摊，月亮湾的摆摊，可能跟天湖这边景区的不一样的是，我们这边卖的主要是一个是茶饮方面，一个是食品，食品这边是待定的。我们同样也会有一个张俊小朋友，他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记录拍照的一个人，那他也有他的拍立得，他的拍立得也是记录了我们整个鱼山岛各个地方的一个景色。那我们觉得这些景色同样也可以作为我们茶饮出售的一个伴手礼，给到我们当地的游客，那帮助大家说，我们不只有天湖，我们不只有月亮湾这样的景色，我们同时有岛上别的地方的景色，帮助大家去打开这个知名度、曝光度。然后还有一点是一个纯引流的一个项目，月亮湾这个地方它的潮汐非常美，它可能会适合一些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赶海啊之类的，那它可以很适合做一些亲子型的活动。就是我当时在法国的尼斯旅游的时候拍到了一张图，当地小朋友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泡泡，它吹出来之后，小朋友就会为之疯狂。这些活动我们综合下来，它不是一个纯商业的事情，它都是一些非常结合当地的一些艺术呀、人文啊，非常氛围感的事情，然后能够烘托整体的这样一个环境氛围的。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初步计划。好，谢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让我们月亮湾的这个产品更加生动。其实让游客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撒网、捕鱼，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有2个方式，一种是小网，可能就是你们单个少年就可以参与得了了；一种是很大的网，携手拉网的方式，你们可以让游客参与进来，也会成为月亮湾一个景观。接下来这个流浪宠物救助计划是由我们潇潇带来。这2只就是隔壁村马祖村的阿浪和元宝的金宝2只饲优狗，然后我打算就是可以在这个院里先我进行饲养。因为我的好处就是我今年刚扎过狂犬疫苗，我不害怕。对，然后我们这个活动也可以打造一个很有爱、很有温馨的鱼山岛。我是陈宇农，然后我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后面这块地就在这后面，然后本来是块荒地嘛，然后我们想把它改造一下。我们种些菜，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可以拿给一些村里的老人，请老人们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多嘛，这个地方包括这种墙面都是可以放投影、可以看电影的，可以开展一些课程给到孩子们。那我们现在的一个支教计划，基础的想法是我们13个少年从劳动节过后可能会选出8个，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课程上的合作，可能是1周1节课，然后去上课的内容可能是户外拓展、艺术教育、美术提高，除了语数外一些其他的，我觉得是更有拓展性的。那下面还有一个民生诉求小窗口，我们早语少年们一直在岛上去做项目的时候，会到处跑各个城市、这个村落，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跟当地人进行访谈的时候，收集到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会的形式把这些信息反馈出来。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政府目前做了哪些信息的反馈渠道，现有的信息渠道，我们可以去加一份力去帮忙，去把它维系得更好的话，这也是我们所想的一个方向。浩特同学提到的这个民生窗口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你们确实帮我们考虑的非常多。然后你们提到的这个例会的这个州例会的这个提案，我觉得就是我们定期的来做交流，可以但不局限在说每周这种形式。我根据你们的这个安排，包括我们双方的时间嘛，流浪宠物的救助计划，我觉得非常好。它可以让我们的鱼山岛更显温度。我倒是有一个小的建议啊。其实对于我们游客的这个宠物的临时寄养服务，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点，你们可以考量一下。比如说我们在码头或者游客中心的某个区域选定一个空间，作为这个宠物临时的这个寄养，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目前好多游客都会带宠物。然后张俊同学提到的这个教育的这一块，
这个事呢，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我们原来开展的这个，清华大学的1+1办学这个，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化。因为你们13位少年呢，我刚才感受呢，就是每个少年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的特长。我希望就是不仅是画画呀、音乐，可以是各种方式，啊，可以是跟学生以开放课堂的形式来互动。然后关于这个与农同学，这个沟通交流的这个助力花园的这个改造啊，我觉得帮我们考虑到了这个留守老人这个关怀的这一块，很有温度的这个想法。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那个后花园的那一块，目前因为有比较高的挡墙、石墙砌在那里，其实把最美的景观挡住了，可以做部分石墙的拆改，就是让在这个后花园交流的年轻人跟老人们可以看到最美的芦竹的落日，以小鱼山岛鱼排、渔船为背景的落日是非常漂亮的。现在是我们茶余饭后黄鱼馆。记得上岛第一天，咱们就看到了很醒目的几个大字，就是大黄鱼繁育基地。其实这个，我想大家也是有意的想要去宣传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好像当地没有一个能让游客过来体验的一个地方。然后前几天我们上了那个鱼排去工作，然后我们体会到，其实鱼排这样一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然后辛苦的同时呢，其实对于那个老杨哥，他的收入其实并不是非常丰厚。那我想开设这个黄鱼馆的一个目的是呢，我可以直接从他那边进货，可以给他多增加一部分的收入。然后因为我们也尝了他的黄鱼，其实他的黄鱼的口味是非常非常鲜美的，甚至于已经可以媲美野生这种黄鱼。你要知道，江浙沪地区其实对黄鱼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像我们上海人就非常喜欢吃这种黄鱼，像这种像上海地方特色的一种黄鱼面的一种形式。然后还有黄鱼馄饨，还有家烧黄鱼年糕，这个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几个比较特色的一个能吸引到游客来参观的一个美食的一种形式啊。可能一期我们的计划是，摆这样一个小摊儿，就是说让游客先体验一下这个业态，大家是不是能接受的。如果是能接受的情况下呢，我们希望可能需要一些政府的支持，我们建一个黄鱼馆。然后有座椅啊，有座位，然后我们的人员可以在里面直接下面，直接在他面前坐，让他感受到有一种味蕾跟视觉的双重冲击。通过口口相传的一个形式，吸引大家来到我们这边来尝黄鱼，来我们这边买黄鱼，让黄鱼成为鱼山岛一张亮丽的名片，打造一个知名的海鲜品牌，把黄鱼迈向全世界。我们董力大哥哈。沟通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村里面导师可以帮助协调一下。我目前可能有一些闲置的这个鱼排跟船屋，可以提供给你们，作为一个真正实力的，参与到我们大黄鱼这个育苗，包括养殖方面来。我想说，政府有没有一些就是专家，就是关于养黄鱼的专家的这些？可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们到时候牵个线吧。我们一个是可以去嘉阳的这个嘉阳乡有一个东海的养殖研究所，它里面关于养殖方面有相关的专家都会在。另外可能可以把它请上来，这样可以提高你们的成品率。谢谢。然后这个餐厅我觉得选在马祖是挺好的，因为马祖毕竟作为鹿岛门户区，流量也比较高。像村里面到时候帮助协调一下，像马祖这么那块区域。听了你们12份议案啊，虽然你们来岛的时间比较短，用了这个短短的时间啊，这12份议案我感觉到每一份都有满满的闪光点，但是总的感觉啊，就是这个12份议案，稍显得有一点散乱，能不能结合这个今天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意见进行一个梳理？我建议一下围绕一个是文理线，你包括这个餐饮的这个部分、装置的部分，包括月亮湾的这个摆摊。包括售卖的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围绕文理线做个创设。另外一个就是围绕我们的这个大黄鱼养殖产业，可以捋一条动线出来，就是围绕这2条主线做一个这个议案的再梳理。我们后期可以把更多的这个在岛的这个干部啊，包括群众代表融合起来，大家伙再来商议一次，就这个议案的这个细化落地。会后呢，可以建个群。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做一个充分的沟通，
来助力这个我们各种的这个提案的落地，好不好？好，最后呢还是再次感谢，其他就没有了。我刚才也做了很多笔记，我回去还好好消化一下。好，谢谢。交流啊！谢谢镇长，留步，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啊！我们先谢谢。好，我们之后再交流吧，拜拜。